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腿外侧的这个比较爆炸的肌肉，中间这个痕迹是肌腱造成的，这个位置是腓肠肌的肌腱，这一块是比目鱼肌啊，它们合成小腿三头肌。这里是腓骨头，腓骨头上端连的是股二头肌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肌肉人身上看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们去看一个平常的普通人就看不到这么清楚了。我们先从清晰的地方入手，清晰的地方在哪儿呢？这个脚踝，脚踝的后边这里有一根肌腱，然后这里呢也有一根肌腱，从脚踝的后侧绕过来，这里就是腓骨长肌和腓骨短肌的位置。然后在前面呢有一个比较饱满的一块肌肉，也就是它的胫骨前肌。那胫骨前肌比较大，把这个指长伸肌给挤得没那么明显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张图啊，第二张图呢，我们首先看到呢，可能是附着在这上面的一些血管。这些血管呢，它是静脉啊，它属于静脉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肌肉是怎么长的。首先呢，我们能够看得到，大概其能够找到一个腓骨头啊，从腓骨头上边连的是股二头肌啊，股二头肌。在下面这里我们能看到一条线啊，这条线就是小腿三头肌的界限。紧接着挨着它的这一块就是腓骨长肌和腓骨短肌往下走。在这个位置看不清楚这个地方，我们能够根据理解猜测出来啊，这块呢就是指长伸肌，然后在指长伸肌的前侧啊，比较隆起比较大的这一块，比较饱满的，就是胫骨前肌啊，这就是小腿侧面的肌肉。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幅图，在这张图里面呢，我们看到的这个腿呢，依然是一个右腿啊，右侧的小腿。那么我们先从这个腓骨开始找起，因为前面这张图呢，我们都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的。先找这一侧的骨骼标记。那在这个位置，我们能看到一个凸起的一个结构。那这里呢，它就是腓骨头。那么在它旁边啊，同样有一个隆起，一个小凸起。那么这个位置为什么不是腓骨头呢？因为这个小凸起它在中间了。我们的腓骨呢，上端是在膝盖的后侧的，也就是外侧的后端，大概应该在这个位置。而且呢，我们通过下面的这条肌肉的造型、朝向的方向，也能够判断出来，这个位置应该是腓骨头，因为腓骨长肌就是从腓骨头的下边开始的。然后在这个腓骨长肌，我们刚刚找到的这个腓骨长肌的前侧这一边有非常大的一块肌肉。那么这一块肌肉是哪里呢？这块肌肉其实是小腿前侧的肌肉小腿前侧肌肉里面包含两块，一个是胫骨前肌，一块是指长伸肌。应该是它这块肌肉练得比较大了之后，前侧的这两块肌肉有一点难分彼此，也就是它们之间的这个界限没那么清晰了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块里边有两块，大概给它界定一个界限就可以了。后面鼓出来的，那么这个就自然不必多说。小腿三头肌，从内侧我们也看得到一些小腿三头肌，内侧低，外侧高这样的一个特点呢，它也是不变的啊，只要记住了，我们在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在小腿部的肌肉，我们到这里呢就讲的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小腿部的肌肉主要有哪些。在这期视频里面，我们主要介绍了这几块肌肉，就是腓骨长肌和指长伸肌以及胫骨前肌。胫骨前肌是影响小腿外形的一块主要肌肉，剩下的呢还有就是这个小腿三头肌。小腿三头肌里面包括腓肠肌和比目鱼肌。那么以上就是小腿部的一些主要肌肉啊。那么在比较深层的这些肌肉呢，不在这期视频里面介绍，因为呢它对外形不起作用，我们在外面看不到它。如果一上来讲太多的话，很容易搞乱啊，记不清谁是谁，哪是哪儿，谁是什么作用。咱们就先挑这个对腿的外形起作用的先去掌握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小腿的外形。小腿外形呢，我们从前面看的时候呢，看的是外形是小腿三头肌啊，是小腿三头肌影响的。膝盖的外侧和内侧有这样的一个造型特点，然后凸点的高低有个落差，在下边是脚踝，那脚踝呢，这个高低落差到这个位置它就反过来了，两个脚踝之间咬住脚，那这就是小腿的基本的外形。那么我们从侧面去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腿的外形是哪里呢？后面依然是小腿三头肌，那么前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胫骨前肌。如果从内侧看的话呢，我们就能看清楚一个皮下胫骨。我们小腿到脚
指尖这里呢，它有肌腱，小腿上的肌肉啊，都是结束在脚骨上的。那么前面这块呢，也是这里呢最主要的一块就是指长伸肌，也就是它的肌腱。所以呢，这个位置啊，要画的衔接的顺畅、自然而有力量。你不要直接这样折过来，这样的话就缺少结构，它缺少肌腱的这个韧性。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指长伸肌，咱们在之前讲过，它这个肌腱到下边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从这个位置发射分散出来4根，分别到4个脚趾，也就是从这张图，我们从这张图呢也可以清楚的看到，下来之后分散到4个脚趾上。我小腿上的重点难点啊，就是以上的这些，那么主要就是小腿上的一些骨骼标记以及主要影响外形的一些肌肉，那么把它们掌握清楚，咱们画小腿的时候呢，就能够不被难住。